好，今天给大家发一局海啸地图啊，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1v1，我们进来玩一下。但是这个海啸地图呢，它不像打那个冰天呢，或者打那个陆地战呢，这个海啸地图呢，基本上都是盟军的天下，基本上都是要玩盟军的啊。但是这个房主呢，他要求的是随机的，对吧？他随机到了盟军，我随机到了苏军。那肯定苏军不太好玩了，这个地图呢，苏军肯定是打不赢盟军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随机到苏军呢也不用怕，苏军的海军比较弱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先抢油田，对吧？而且这个海啸地图啊，它是可以造飞行兵的，因为这个是作战模式啊，它会造飞行兵来拦截我的6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赶快先造船厂啊，不先出重工。先造船长呢，等一下把那个小岛上的油田给它占了，对吧？这个海啸地图呢，总共有4个岛，每个岛上面呢都有2个油田了。然后他飞行兵过来，我们提前甩一个防空炮，防止他把我这个6人给整死了，对吧？如果你想造那个防空船来保护这个6人呢，也不太行，因为你的气垫船到了陆地上，你的防空船就保护不到。我想占油田，你看没占到以后呢，我们准备到下面来占油田了。所以说这个海啸地图呢，苏军打盟军还是有点难度的。然后我们赶快把这个油田一占了以后呢，赶快甩防空炮。他的飞行兵呢想2路拦截，不让我占油田，还好我占到了一个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出一个重工，但是呢，我造了气垫船啊，造了6人，又造了防空炮，我只有1个牛，我比较卡钱，你看我非常卡钱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呢想赶快补牛，但是我好像听到飞行兵来了，赶快造防空车，来不及了，他直接打我的矿场，我非常卡钱。你看我为了去占油田呢，出了2个气垫船，非常卡钱，出一个防空车，赶快用防空车打他的飞行兵，他想点我的防空，我们走位升了个1星，然后再把这个油田拿过来啊。现在呢我没有矿场了，赶快重新造个矿场啊。这个对手呢玩的还是可以的，你看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出个兵营，再出个6人，把这个油田呢给他占了。然后我们造几个潜水艇呢探一下路，因为这个苏军呢，这个地图苏军呢连探路都是个困难了，不像盟军可以造飞行兵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只能用气垫船去跑开他家的视野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跟他拼海权了，因为这个一定要抢制海权，谁抢到制海权呢，谁就优势比较大。现在呢，肯定不能去出多的潜水艇啊！你看我现在非常穷，他也非常穷，他造了很多飞行兵啊，暂时还没有船厂啊。这个盟军的玩法呢，就是先出矿场，先出飞行兵，等后面再造船厂，对吧？但是我跑开你家的视野，我又来了个气垫船，准备放6人，把他重工一摸，摸走他的重工，让他发展慢一点啊。然后他想抢我的油田，我甩一个防空炮，甩一个地堡，他就占不到油田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我就抢到了3个岛。我抢到了3个岛呢，等一下我可以在这里甩矿场啊，我就可以采3片矿，他只有1片矿，等一下他家里的矿采完了，他就没有钱了。但是这个地图呢，盟军的海军呢可以打到油田，苏军的海军打不到，对吧？要出了导弹船才行。然后他就用驱逐舰呢开始打我岸上的油田，只要把我油田一打掉，我就不能在这里放建筑了啊。所以说我们提前在这里放那个电厂兵营，就算没有油田，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放矿场。你看这油田保不住了，对吧？然后你去打我的油田呢，我们就打你的船厂。潜水艇呢，最好是不要去追那个驱逐舰的，因为潜水艇呢走得慢，没有它驱逐舰走得快。你打我油田呢，我就打你的船厂，然后它的驱逐舰把我防空炮打掉，我再造一个防空炮。而且这个地图呢，苏军的牛车呀还不能超时空飞来飞去。你看我在这里放了一个矿场，我家里的牛呢是不能飞到那个岛上去的，要用气垫船运过去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啊，盟军是天然的优势啊。但是他随机的，我们随机到苏军没办法，对吧？现在我占到了3个岛，慢慢的他的经济就没我好，了，他抢制海权就抢不赢了，对吧？然后他一看苏军都能打赢他的盟军，他就打了一个字，厉害。我们就把你的船厂拆掉啊。然后这边又来了，你看这边又来拆我的油田了，对吧？拆我的油田，
我们赶快潜水艇过来，然后在这里甩一个重攻，重攻呢甩到这里走这里出牛啊，牛车不能出到家里，出到家里飞不过来，等一下要用气垫船运过来，运过来的话比较冒险了，容易被他的驱逐舰逮到。我们直接在这里出个重攻，在这里出牛，等一下我们在这边呢也出个重攻，然后又走这边出牛啊，我就可以同时采3片矿，我的经济呢慢慢的就起飞了啊。然后我们再造个气垫船，看看能不能把家里几个牛车运过来，因为家里几个牛车呢都没什么矿采的啊。造个气垫船，然后继续造潜水艇，不能太早出高科技啊！如果你太早出高科技，造那个章鱼，你的制海权呢就根本抢不到。你看他疯狂的拆我的船长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潜水艇过来，你拆我船长，我就准备去拆他船长，然后装2个牛啊，不要装多了，装2个牛呢。装一个装到这边来，装到这边来，在这边采矿。你看我抢到了3片矿，我的经济呢还是比较卡钱的，他也比较卡钱。然后他出了个气垫船呢，造了2个坦克，好像要抢滩登陆啊！你看到没有？他造了2个坦克啊，好像要抢滩登陆到我家里来打我。我们也造2个坦克，造2个坦克守住这个小岛上面。然后他出了高科技，呢，估计要造那个海豚了。但是它经济不好，我们在这里摆个矿场，把这个气垫船的牛车运过来，然后现在我们10来个牛车采矿，这个经济呢一下子就起来了，对吧？这里装了2个坦克，想抢滩登陆，我们的潜水艇拦截，然后在这里摆一个船厂，一直造船厂，他等一下造着他就没钱了，然后那个坦克呢走那个右上角啊，登陆到我家。我们在右上角呢也出2个坦克，提前守住他的那个气垫船。你打我船厂呢，我一直造船厂，我经济好啊，我就用这个经济硬堆，把这个坦克堆起来，他也打不赢。一旦他丢了制海权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出导弹船了。然后在这里他又造了海豚，你看到没有？造了海豚，我们继续造船厂，用潜水艇打他的这个海豚，打他的这个驱逐舰，打一个他就少一个，他没钱造了。你看，他只剩下3个驱逐舰，然后我们，他觉得自己没钱了，受不了投降啊。好，来看第2盘。第2盘呢，他一进去他就选了一个盟军，对吧？既然他选国家的话，我们也选了，我就不随机了啊。我们也选了一个美国，他是美国，我们也是美国啊。盟军打盟军的话呢，就好打一点啊。这个苏军呢，探路都是个困难的事啊。所以说我们盟军的话，等一下可以造飞行兵探地图。狗呢我就不造了，因为在一个小岛上面，你造狗呢也没啥用，只能跑一下附近，我狗都不造，省一点钱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先出空子部啊，打这个海啸地图一定要先出空子部，先出空子部呢可以造飞行兵拿到视野，有一个先手啊。然后呢，造了空子部要造飞行兵，不能出重工，一定要先造2、3个矿场啊。这样有2、3个牛采矿效率就比较高。然后呢，我们飞行兵一个走到上面去，一个走到下面去，还有一个走到左上角去啊，把他家的视野先给他跑开。我手里掐了一个防空炮啊，但是这个防空炮呢，我不想放，因为放出来打一个飞行兵也没什么意思。你这个用防空炮守住他的飞行兵，不让他跑开我家，估计也不行啊。等一下伞兵被投到我家，视野是守不住的。这个防空炮呢，就拿在手上，万一他拼我的电厂再放。我一个飞行兵在这里拐弯，你看拐弯影响一下他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又拐弯，让他把防空炮放出来，拐弯打他的那个空子部，终于把他的防空炮骗出来了。他这个防空炮放在那里，电场覆盖不到，呢，我们看看要不要去拼一下他的电场啊。然后飞行兵呢还要继续造一点，你看他也在疯狂造飞行兵啊，他3个牛，我也是3个牛，疯狂的造，看谁飞行兵数量多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跑开，发现他呢，直接飞行兵把这个油田打掉了。哎呦，他把油田打掉了。本来的话，等一下出了重工啊，要造那个直升飞机装6人过去占油田啊，但是他把那个油田打掉了。然后伞兵投到我家，勾引我的飞行兵必须要回来打这个伞兵。他又把那个左上角的油田打掉了。你看，这样地图上的油田都没了，只剩下。这个小岛呢，你是没法采矿的，要采矿的话，只能把基地车运过去。他跟我打1片矿啊，大家都别发展这个其他岛上的油田都被他打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飞行兵直接过来强换电厂，因为他只有1个电厂，他没有电，换掉电厂，他补了个电厂，赶快走。
赶快走，然后后面有个伞兵啊，勾引他，让他飞行兵过去，我又换他的电场，他一个电场他没电，然后他飞了2个飞行兵啊，分了2个飞行兵去打那个伞兵，我们就退回来。这下来大家都采不了小岛的矿，我们肯定要先采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先造一点防空车。先造点防空车，再造一个神盾了，早一点把基地车运过去。如果有油田的话，就造直升飞机掩护啊，用飞行兵掩护直升飞机占油田，占了油田就可以在那里水矿场。但是没有油田呢，就必须要造气垫船，把基地车运过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家里再造个维修厂啊，万一这个基地车被它换掉了，掉到水里面去了，我们没有基地，造个维修厂呢，等一下可以造基地啊。然后呢，把基地车运过去，再造一个神盾了，用神盾保护这个气垫船。但是这个神盾呢，它不能到岸上去，对吧？顶多就只能保护它过这个海域啊。过了这个海域呢，你这个神盾就保护不到。你看，它造了很多飞行兵啊，提前守住。我的基地车一放过去，它飞行兵就可以打。然后我们把基地先在这里打开啊，等这个气垫船再装防空过来，我再装防空过来，对吧？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开发2片矿啊，提前在这里摆个兵营，然后呢，飞行兵加这个防空车保护基地，我就可以提前占住2片矿，看到没有？占住2片矿，等一下呢，它就发展不赢了。然后呢，他造了驱逐舰过来，了，我们也准备造驱逐舰。飞行兵呢去他家打他的驱逐舰。然后他的飞行兵打我，对吧？他看到我把这个防空车运到那边去了，但是我家里有防空炮，我再摆一个防空炮，我有好多电场。然后飞行兵呢打他的驱逐舰，看看能不能换电场。他家里有防空车，你飞行兵换我们用的呀？我家里有很多电场，很多防空炮啊，我提前造了2个防空炮。然后飞行兵呢继续打他的驱逐舰，家里来了一波伞兵呢，我们用伞兵防守，然后打他的船厂，飞行兵赶快走。你打我矿场直接卖掉。然后我们的牛车呢也比他多啊，等一下把牛车飞到这边来，他就没我经济好了。这个家里的矿一旦采完，谁先发展2矿，谁就有优势啊。他一看他自己没有发展2矿，我发展了2矿呢，他就在家里出了一个超时空啊，出了高科技，准备造超时空。我的超时空呢要比他慢一点，但是超时空慢一点无所谓，他丢了制海权他就守不住。我们有2个岛，他超时空过来顶多就只能打1个岛，对吧？我们造个高科技，准备造海豚。等一下呢，我只要把他船厂一拆，把他海军一拆，他超时空出来了也没用。等一下我用5艘航空母舰就可以把它包围啊。再造一个神盾，因为我没有防空船了。造一个神盾以后，我们就直接造船厂。现在的其他东西都不要造了，就是疯狂造船厂。船厂越多呢，你造海军就越快啊，这个钱呢就花得越快，不然我的经济太好了呀，花不出去。带一个神盾，2个船厂，对吧？继续造海豚，然后伞兵投到他家，再造一个船厂啊，等下船厂摆在这里，准备了跟他拼海军。然后他的超时空先出来啊，超时空先出来没用，我们直接抢制海权。这个海豚加驱逐舰直接打过来，你飞行兵过来，我们有神盾，然后我们的飞行兵也过来，对吧？直接打他的海军，然后我们也造个超时空啊。先把他船厂拆掉，用驱逐舰先打掉神盾，打掉神盾呢，我们的飞行兵就可以过来帮忙。他的飞行兵不敢过来，我们有神盾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造一个船厂，4个船厂打他1个船厂，他就打不赢。你有超时空有闪电都没用了，丢了制海权，我马上造航母，他直接受不了，投降了。